最近呢，我在 B 站首页刷视频，突然发现首页上多了好几个非常熟悉的广告。我一开始以为是那种整烂活视频，就跟之前的什么解救四女娲一样，就那种粗制滥造的游戏，然后配个 BGM 啥的。结果居然不是，这玩意是真的广告。就你们肯定也看过这个猪皮爬塔和猪皮射箭广告吧？就跟以前的有一定的师姐一样，充斥了各个地方，无论是在盗版软件还是在正版的，都有他们的足迹。里面的内容当时就是一个小脑发育不完全的人跟他爬塔，加减法也加不明白，你就会忍不住的想说，这个怎么这么垃圾啊？然后忍不住的去玩，想证明自己比广告里的人天才。当然，这是广告策划脑中的我们，我是从来没有点过这广告，不知道你们点过没有？最近呢 ，B 站上也有这广告了，还特地买了个推荐位，刷得我满屏都是。我好奇的点进去，想知道大伙对此有啥看法。不好意思，评论区和弹幕已关闭，人家也明白自己的广告是个什么德行，不给你骂的机会，连精选评论都不开，你连讲话的资格都没有。行，换皮游戏也好，挂机游戏也好，3A 大作也好，他喵的我还真好奇起来了，这游戏到底是个什么鸟样？OK， 我以为这游戏会叫什么天才爬塔，什么我是爬塔王，我是射箭王啥的，这怎么取了个叫风之卷轴的名儿啊？这名字和广告是一点关系没有啊！不过无所谓了，先继续玩玩吧。OK， 我已经发现情况不对劲了，这怎么哈利奎因上来就要给我脑门梆梆两下啊？而且我寻思那爬塔射箭不都是仙侠的设定吗？这怎么加载页面是哈利奎因啊？选择服务器，飞狼购服务器啊，也是经典阴间火爆，几千个服务器都是火爆，比一群人玩的人都多。大伙也不上学上班了，天天跟他玩加减法爬塔，就推荐服没人玩，行，咱们就去推荐服。进入游戏，这啥？首创灵璧仙侠游戏，修仙之路加科技，你这不是来搞笑的吗？这么说的话，我头上加个草帽，就是首创路飞仙侠游戏喽。算了，无所谓，不要白不要领一下。哎，怎么这什么海克斯科技滑板也来了？都领了吧？话说我为什么一直在获得经验、涨战斗力啥的？我不是还没开始玩吗？不管那么多了，这一次选择你的修炼秘境，有这个爬塔、御剑、堆叠，还有弓箭的。还选择后不可返回，咋？这还是个 roguelike 游戏吗？就我打完死了，除了到下一次才能重新选玩哪个小游戏，还是怎么说？咱们先玩爬塔，先玩5吧。虽然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这已经出到第5代了，前4代我是听都没听说过啊。OK， 内容跟广告其实差不多，就是拖人物去加减法，只不过特效是比广告少几百倍吧。而且也没有什么陆队少爷出轨、千金小姐悔婚、丫鬟巨少爷至门外剧情这样。就我也没看到经验值和灵力条啥的，战斗力感觉也没啥用。为啥屏幕一直弹呢？因为这爬塔连个乘法和减法都没有，所以异常的简单。一路过关斩将，我打到了1-4关。哎，怎么这关要100级才能打？但问题是，我也看不到等级的设定啊，怎么升到100级？要我充钱吗？难道？等一下，什么叫进入修仙世界？我操！他喵的，这才是游戏的本体呀！一个跟传奇一样自动寻路、自动打怪、自动做任务游戏。我就觉得为什么玩那爬塔的时候一直跟他谈战斗力上升和加经验啥的，就算我不动也加。原来是我玩的时候，这画面一直在自动打怪啊！我去，不行，这画面我看了恶心。他们的小红点和按钮这么多，太脏了。上期我说那什么小小蚂蚁什么王国画面脏，比起这款。那画面简直干净像月色真美女主的脸，太多小红点和充值按钮、福利按钮了。我去，我长这么大还真没遇到过这么脏的画面，他们的太脏了，赶紧升到100级去爬塔吧。你们知道吗？我玩了半个小时，终于100级了。然后我也发现这游戏是真的无聊到炸，就甚至没有任何的可玩性。你需要做的就是点小红点，你也不需要看什么技能效果或者是什么哪个宠物更好，因为你根本看不过来，太多小红点和技能了，而且还有无脑的充值弹窗和各种文字推奖励刷屏。所以你只需要点他要你点的东西就可以了，其余什么都不管，你就是全服第一。对，全服第一。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一整个服务器就我一个人在玩。就半个小时的时间，我打世界 BOSS 就已经是伤害最高的了，其他人全是阴间找人死了。估计再过一段时间，这游戏就要经典光伏了吧？先不说这些了，我期待已久的爬塔又可以玩了，赶紧去玩最新的一关。OK， 玩完了，这关还挺难的，有3波怪呢。下一关要120级解锁，然后最后一关要180级。赶紧爬！我不玩这个爬塔了，我吐了！我要还回到红点世界去点小红点呐！这游戏策划也是个人才。最一开始选这个什么关卡的时候，我以为下面的只是说说而已，就那种游戏附带的活动一样。一开始玩这个活动，但我可以切去玩其他的活动。这游戏不一样，你是真的不可以玩除了爬塔以外的小游戏啦！你还真要重新开个号去玩其他的小游戏。
太逆天了，所以我重新去其他服务器玩了。因为这游戏是自动创建账号、自动取名的，所以我也不用再注册一个号。当然，之前的号我也找不到了，不记得自己点的是哪个区了，白玩了半个小时。OK， 咱们这次来玩遇见无双1。哦，纯纯的吸血鬼幸存者阉割版，就是自动打怪，怪掉的这个不是经验哦，你吃了下面的进度条满了也不会升级，就是给你一个全屏清怪的大招，还卡得要死，而这些怪根本进不了身，所以你也不需要走位啥的，就算他们进了身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就你看 BOSS 来了，我直接故意走过去被他碰到。扣他喵的1滴血，没错，我要被打100下才会死。经典的老奶奶都能通关难度，这个遇见无双1甚至连第2关都没有，打完就没了，你就少一个活动了。下一个堆叠修仙 ，OK， 这不是那个啥，对。Stacklings 嘛，只不过这玩意也是阉割版，就你把人放到灵果丛那采草，草拿去炼丹，丹再给人吃，就这样无限循环，差不多几分钟会来一只怪送人头，然后继续无限循环，非常无聊，这甚至比前2个还无聊，因为你这个草对吧？不是说像 Stacklings 一样能叠加，这炼丹炉不是炼完一个草就会立刻炼叠加的草，你必须要多拖一下，而不是单纯的卡叠在一起就好了，烂中烂，赶紧再下一款。下一款应该就是那个射箭的了，果然，不过不同的是，这玩意儿是阉割版，打怪不爆装备，而且也不能捡装备啥的，反正也是老奶奶玩也能通关难度，就随便过了，也没第2关啥的，就这样吧。我不知道我在期待着什么。2022年了，游戏现在停留在上个世纪，说好听点就是怀旧，说难听点就是一坨大便，纯纯的武侠版换皮传奇加无数小红点和无脑冲刺弹穿，就是一坨大便中的大便。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3连关注我，持续更新更多搞笑吐槽视频。那就这样吧，我是李虎，我们下期再见。他喵的！我最近看漫画的时候又刷到这盗版鬼灭手游广告了，就这广告真是阴魂不散啊！之前很多 UP 主都做过这游戏的吐槽，然后有一段时间没看到这游戏的广告了，我以为已经赔钱下架了，没想到最近隔了1天换一个名字上架放广告，但是你的广告也太逆天了！他喵的恋主怎么变成这逼样了？还他喵的作为9柱中最可爱柱，你的话讲出来也不嫌害臊，但我是忍不住了，作为游戏界的品鉴员，这不得让我下来好好品鉴一番？下好了，以防万一我还下了好几个不同名字的，不过好像没什么区别，只是换了个名和头像。打开游戏，更新还挺勤快的，昨天刚刚更新的，看来游戏的活跃度挺高，但我还挺爱玩的。随便选个新服务器进吧。我操，刚刚的确映入眼帘的经典手游小按钮和经典小红点已经出来了，估计这游戏打怪的时间还没有你自己手点小红点时间一半多。那剧情是从炭治郎在前代水柱下修行那段开始吗？我记得是劈开那个石头对吧？我操，炭治郎你在做什么啊？炭治郎，我这还没点开始战斗了，你怎么已经开始砍人啊？炭治郎已经变成鬼了嘛？好吧，开始战斗好像也是在砍人，砍完人大伙就给他举手庆祝，好坏啊大伙！然后新手教程就叫我们去经典抽卡了，抽到了刚刚给我们爆砍的真菇。那接下来干嘛？继续去战斗是吗？这怎么鬼杀队了和鬼站一块儿打我们啊？后面就更高了，直接就打鬼杀队了。这上怪的逻辑甚至不如之前玩那个龙珠盗版手游乱上一通。他说这个新手教程有完没完啊？我已经玩了10分钟新手教程了，什么时候能让我开了点小红点啊？好像可以了，先去外面把小红点都领了吧。OK， 小红点也太多了吧，各种手出福利还有什么充钱福利，然后闪的那种小红点，你点进去的确可以领到文水奖励，但都藏在一个很暗的角落，你不仔细找还真找不到那个文水奖励小红点。还有人加我啊？大伙的名字怎么都这么随机啊？我的名字也是这么随机的，那没事了，先让我改个名先。这游戏就是盗版，这名字行不？居然可以！这里还可以兑换礼包码，那我试试 VIP 666这种可以领东西吗？真的可以啊！他们要偷用礼包码是吧？那 VIP 717呢？也可以，都试了一下，那什么666、717、888、999全都可以领，其他数字就不行了，纯找笑来的。又玩了一会儿啊，剧情进行到了前代水柱的最终试炼，炭治郎要试着打倒前代水柱。先不管试炼不试炼的，岩柱你闲着没事跑这里干嘛？原来是岩柱在旁边指导我们啊！一招我们3个全歇菜了，然后躺在大地板上看着岩柱打老头是吧？但最后试炼和我们有勾巴关系啊！但其实吧，就是这类手游的经典小套路，就是把很难抽到的超级强力角色给你体验一下，让你有想充钱赶紧把它拿到手的欲望。但说实话吧，这跟果冻一样的建模，加上大刀突然逼脸接近屏幕，瞬间切剧场版抠出来的画面，属实是把我充钱的欲望给磨灭了。刚刚到主线面就是经典的手充6元拿岩珠，赶紧擦掉，让我看新手教程送的10连抽能抽到啥吧？怎么全是炮位角色啊？一个人脸白的好像死了3天又变成鬼，然后又变成人一样。OK， 出了个下旋之舞类，先给他强化一下吧，然后继续打打主线。这游戏玩的已经有点折磨了，居然没有3倍速打架，只有2倍。跳过也是经典的要 VIP， 不过这里的 VIP 叫贵族，
鬼灭之刃里面还有贵族的，他喵的！后来那广告也是鸡贼的很，跟他今年教我们怎么玩游戏，什么开局先培养练柱，练柱有多强，我到现在连练柱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全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还有与鬼同队打自己人，而且战斗也没啥技术可言，就是你一下我一下，有大刀放大刀的喝茶游戏。但不同的是，有些角色就是很垃圾的角色，比如一开始给了炭治郎，伤害又低又没有 AOE，纯纯的废卡。真正的强力卡就是那种小技能打2、3个人，大刀直接打5个，而这种强力卡基本全是 SSR， 抽又难抽，我跟他玩了快1个小时啊，抽了好几次10连抽，就出了这一蜘蛛的 SSR， 还是个漏。然后这一蜘蛛因为是 SSR 嘛，跟炼柱和岩柱是一个等级的，所以他的大招也是跟上面那2位一样，是今年突然逼脸接近屏幕，然后无表情炸一下，就这个脸多哈人啊！打架打一半莫名其妙的逼脸就贴你屏幕上了，这游戏就不会给他做个表情吗？很难想象一蜘蛛摆出面瘫脸打架。那你要说了，所以这游戏到底在玩什么呢？打架和动画剧情一点关系没有，人物建模跟果冻似的，打起架来你巴不得冲个贵族给他跳过了。以前是看不懂这游戏是在玩什么，后面听很多观众说这类游戏玩的就是 PVP， 就是你充钱变强，然后占各种排行榜，别人夸你大佬什么的，和一年前《摇梦幻西游》这类游戏差不多，玩的就是你充钱你是大哥，然后带点色调元素在里面。只不过这游戏好像玩的人不算多，而且大部分都是小学生，就不讲话，所以玩起来像是个单机游戏。又玩了1个多小时，我终于是抽到了练柱。现在我的队伍里已经有2个会没事把自己的逼脸贴在屏幕上的角色了，我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了。更受不了的是，这游戏抽卡对吧？我抽到一定数量是可以开个 SSR 自选的宝箱的，听起来很良心对吧？不好意思，需要贵族3才可以开。那这小红点还有宝箱一直跟他跳该怎么办呢？凉拌，你不充钱这玩意就一直亮着了，反正消不掉的，真尼玛逆天啊这游戏！而随着你游戏进度的推进，这种小红点按钮只会越来越多。这游戏我玩了快3个小时了，你看我屏幕变得多脏，这满屏消不掉的小红点，赶紧把游戏给它卸载了，看得太膈应了。总结一下好吧，如果大伙对游戏的质量要求没那么高的话，这游戏说实话还算可以，因为按钮很多嘛，所以温水奖励堆多了，每天抽卡也能抽个30把左右。只不过我不建议大伙玩的时候充钱啊，指不定哪天就光伏跑路了，毕竟盗版游戏嘛，没事就光伏换个名字再上架。那如果要我给这游戏排个名的话，我会给出一个比较高的评价，再答辩一坨这块。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3连关注我的视频，更多搞笑吐槽视频。那就这样吧，我是李虎，我们下期见。还记得前2年有段时间有那么一款盗版游戏，它在我的首页上刷屏了。它在所有盗版游戏中可以说是最嚣张的，因为它把当年几乎所有热门的动漫人物都盗了，甚至连一些热门的游戏人物也盗了。这么嚣张的游戏，理所应当没几天就被下架了。直到最近我刷到了这个视频，我发现他打复活赛居然打赢了，511抽，一发入魂。我记得上次贼黑，但这次我开始欧了，这个黑蛋子号开始欧了。这是什么？难道刚才我的这个一番发言感动了大美哥？这什么？这是开了吗？这是我大哥，原来感情牌有用。哎呀，放心了，这槽点都快溢出来了，什么跟什么啊？你这广告有自己的东西吗？抽卡动画是抠的米家的，人物是各种动漫的，配音还是鬼叔的，游戏名不知道的以为是 FPS 游戏，防线狙击。那你懂我的，2年前没有品鉴到这破盗版游戏，今年不得给我玩一次看看？开始游戏！我操，这不是无职的 Rocky 吗？公告是讲这游戏滚复玩法滚不起来，直接合区了，可还行？我天，这我名字香吗？活动送签都已经开始了。OK， 游戏还有配音的，感觉不像是 AI 配音 ，AI 配的没那么垃圾。家の英雄と契約を結び、彼らの力を借りて、この体力で生きることができる。哦，我是这个2逼啊，上来就要打黑木凯，这什么古早动画也要抠。这就是游戏画面了，你还能要求更多吗？那这还没开打呢，现在不知道从哪个角度跳出来了，咔叽一刀秒了黑木凯。那这场战斗和我有什么关系吗？出去抽卡抽出了个天女兽，下一站逆天战力崩坏，直接暴打古玩，更有 C 把大战绿巨人，例会是超蓝悟吉塔，模型是超山悟空大战手腕先锋和尚。话说你的系统让人有完没完啊？什么时候轮到我自己动啊 ？OK， 终于轮到我自己动了，咱们先把小红点都点了，去抽个卡。抽到了雷姆，我觉得很奇怪，很多角色那种名字例会一点都不带改的，但又有很多角色是稍微改了点例会和名字，你在怕什么呢？要到就到的彻底点好不好？别让大伙瞧不起你。
当然，游戏也是有经典彩头玩法的竞技场。搞笑的是，我玩过的所有游戏，竞技场第一把他一定会让你赢，就必定派一个垃圾人机给你打。而这游戏是强制让你输，就我明明有5个人，这竞技场逼得我只剩2个，给人家人机血虐，而且这还不能跳过战斗，我只是看着自己被虐，虐完出去上人再打回来。后面我抽到了夏娜，抽到后把资源全给夏娜了，游戏的体验就变成了这样。真的烂的没边了。当我在里面点了不知道多少次下一关，听了不知道多少次夏娜那一句台词，切出去一看，哦吼，这画面已经脏到我点不完了，哪来这么多小红点和冲刺按钮啊？这我点1个小时点得完吗？答案是点不完的，我已经把能点的都点了，很多就单纯亮着这充值按钮，估计要你充钱了才会香。除了点小红点外，游戏的玩法我也不想过多赘述了，反正你们懂的，老三样，经典换皮加卡牌养生，然后彩头，一点有创意的玩法都没有。不过也是，你说一个纯靠超额换皮的盗版能有啥创意啊？唯一一个有创意的地方就是把大伙耳熟的那些角色瞎改了，要么改名字，要么改点颜色。这什么马里奥版陈太郎被须佐能乎夺走了佐助，卢赫斯没想好名字取的不是很好的卡洛特，出生于埃及的破坏神，甚至连初音未来都有。还有一个我觉得最有創意的角色，你们看那个天使兽，你们看看他这张脸，猜猜他的配音是什么样的？想好了吗？お前の暗黒の力消し去ってくれる。反正肯定不是你们脑中第一时间想到的。这游戏的创意就好像别的盗版游戏都是让你吃答辩，这游戏让你用吸管吃一样，真垃圾呀！怎么会有这么烂的游戏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我反正是已经举报了。要知道我对烂游戏的容忍度异常之高，它能烂到我想举报它让它下架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太烂了。纯的盗版排版都不配上，不过能上的话，它怎么说也是个半部真神级。那么我想这是本期视频的球内容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3关注啊，视频跟更多搞笑图画视频。然后家人们，我是令武，我们下期见。曾几何时，我特别喜欢玩方舟4轮计划，那我特别多虚假宣传的生存抓宠物游戏，其中有那么一个吸引到了我的目光，就是这个。迷失蔚蓝这游戏我听有些粉丝说挺好玩的，玩起来跟方舟似的，那我赶紧也来玩。我一看这宣传片就已经想开始讲优美的话语了，不是，这他们的劣质 CG 一眼假，人手上还爬着玉骨蜘蛛呢，什么情况啊？还有哪个人才想着我们 B 站自己的粪作猎人啊这个称号？那作为咱们 B 站自己的粪作猎人，这么让我现在来好好体验一番。开始游戏。我去，这游戏居然没有滚服玩法，只有30个服务器嘛？当然大概率是因为压根没人玩，直接去衣服吧。这来一段非常紧张刺激的过场 CG， 飞机失事，大伙都掉到了这个孤岛里。可以选人种啊，有黄种人、白人、黑人可以选。那为了纪念某位劳姓男子，咱们选黑人吧。现实中发生惨剧，就让我在游戏里拯救。我操！你这游戏画面和宣传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反正咱们一学越乖，走过去打了个药就可以开始跑了。地上捡个椰子吃，再拿个船桨防身。那怎么还有蜥蜴呀？镜头一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船桨就没了啊！我的脚，快使用肘击，快！OK， 这就是战斗画面了，零打击感，纯看血条。这次入围没办法吃它肉，蜥蜴没掉东西。没走几步，这蜥蜴又来了，还带了一群小弟，然后这都是徒劳，可我就掉1-2滴血，我几下就给他们拍死了。哦，镜头一切，船桨又没了，难道说要使用肘击了吗？哦，没有啦，也没人来相救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拿这个没有瞄准镜的冲锋枪打出了狙击枪的效果。这个妹子带我们回了营地，要我们帮忙建营地，她要通电网，需要我们掩护，直接给了一把电锯。说实话，越玩越像传奇霸业。然后我锯了几下，电锯不见了，可能是试用期到了吧，还想用电锯就得交钱了。不过没事，妹子让我用她的枪了，几枪把这些垃圾蜥蜴解决了。这是个什么东西啊？恐龙吗？啊！怎么在看 CG 的时候也能打我，还会喷火？但还是几枪给我做掉了。随后妹子修好了电网，另一头一模一样的恐龙刚碰到电网就歇菜了。不是我寻思你的电网就装一边啊，这边怎么不装？也没有门什么的，怪我走这边不就得了吗？然后我的枪也被没收了，现在我的西装被啃坏，全身上下什么都没有，船桨都没了。哦，我人物立绘的西装还在呢。现在妹子看我可怜，送了把死斧头，真的纯的原始了。那现在干嘛呢？跟着主线走呗。
我操，这岛还真有恐龙啊，开始科幻起来了。怪不得尸体不会爆肉，而是爆血瓶。制作东西需要花时间，钻石可以加速。我已经能猜到游戏后面是个什么尿性了。OK， 我还学了个技能啊！盖伦来了，这还是孤岛求生吗？这恐龙我几下就抡死了，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去下一个地区看看。下个地区怪物没看到，先看到签到领沙鹰，还有各种充值礼包。清理了下小怪，拿到了个迅猛龙的蛋，还有宠物系统啊，也改了。接下来是什么？阵法还是神兵？这还有别的玩家？我以为是个单机游戏呢，还能野外遇到别的玩家。那是不是游戏玩到后面地图随便 PVP， 看到架你就打？先让我把小红点都点了吧。OK， 点了会小红点啊，不如说是看了一圈充值页面，因为没有多少东西可以领，都需要你充钱。这领到了好几个箱子，本来想打开看看是什么，他们的箱子有了，没钥匙，钥匙要钻石买，这是个牛魔。还好我们一开始有点钻石，买了看看吧。开了一大堆垃圾，就这个弓箭看了还行，至少是个武器。弓箭需要剑，我以为你这种传奇霸业一样的游戏会不需要的，是我太小看你了。那赶紧换回斧子吧，然后这游戏就开始卡了。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或者是有新的任务都会卡，因为下资源，那你不能一口气下完嘛。我现在每走一步都要下新的东西，本来就很答辩的游戏，现在更答辩了。那先让我下完玩会儿，看这游戏到底是个什么尿性。OK， 玩了2天啊，因为这迅猛龙蛋不是要付他们的12个小时吗？我第2天就上线去看了一下，又玩了会儿，给个结论。纯一坨，前面玩起来倒是没那么拉，就是一个画面一坨，玩法符合的传奇游戏一样。稍微后面点就开始恶心人了。先来说说游戏的玩法到底是在玩什么？玩的是踩头，到游戏后期跟传奇差不多，抢 BOSS 打，所有人都比谁充的钱多，你充的多就踩我头，我充的多就踩你头。那你说这孤岛求生能玩出个什么花样啊？我的天赋更强一点吗？还是说拿了比较牛的枪 ？No， 我之前不是说游戏慢慢开始变得有点科幻了吗？不是科幻。是玄幻，手冲送个小毛驴，再冲个68，直接变成 V， 再冲个198，你变成 V 的同时骑霸王龙，小毛驴就喂给霸王龙吃。点开公屏克朗门的装备一看，不知道的以为我是在玩 QQ 飞车呢，什么翅膀走路都在特效的，氪了不知道多少钱。这游戏理所应当也有抽卡系统，但是经典抽4块，还只有 0.04% 的概率抽出高级4块，宠物全是各种怪物和外星人，坐骑各种神兽，什么凤凰、天马、麒麟，甚至还有飞碟。抽卡系统还分好几种玩法，弹球玩法也有，只不过更氪，抽一次要10块钱，礼包还限量，买完了只能30块钱一抽，纯的氪金无底洞。就这你还孤岛求什么生啊？你可放过孤岛吧，直接去玩宇宙求生好了。玩一会儿，这游戏还送了我一只新肉宠物，就这个猩猩，穿的装备和武器都比我好多了，我才是那个猩猩。他2喷子就把恐龙解决了，战斗就是纯拼数值，没有啥走位可言，因为有时候你明明走得远远的了，3S 一样打到你身上。游戏玩到后面，建个建筑要整巨多时间，啥东西都需要用到钻石啊，钻石加速，材料少了钻石买，纯的答辩游戏，还孤岛求生呢。我看是孤岛氪金传奇还差不多。如果我这游戏排个名的话，它在我答辩排行榜中飙升至地仙级。的确答辩，但还不够答辩到能与小小一国齐名。那我想这是本期的全内容啊，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3连关注啊，直接跟更多搞笑游戏视频。大家们，我是李虎，我们下期见。还记得我之前吐槽的各种微信小程序游戏吗？之前去一家看到小孩有玩一个很逆天的游戏，就这个机甲奥特曼。奥特曼的名字完完全全不改，还各种充钱礼包，这让我以为这只是个非常大胆的盗版奥特曼游戏时，我百度了一下。这游戏居然是正版授权的奥特曼手游，还有高手，并且奥特曼集结出来是铺天盖地的宣传与谩骂，网络上关于机甲奥特曼手游的信息可以说是屈指可数。那么这款隐藏在微信小程序的正版授权奥特曼手游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作为游戏的品鉴员，这么让我好好品鉴一番。看游戏，上来没跟我废话，泽塔奥特曼震撼降临，感觉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还在泽塔那会儿呢。我操！这还没开始游戏，我就已经被这粘着要死的屏幕快劝退了。这真是正版吗？UI 怎么跟个莫名其妙广告线下的盗版游戏一样啊？还有剧情啊！突破赛罗口中得知，关注会被现在能量侵蚀啊，很多奥特曼都变成了邪恶奥特曼，然后我们就要去把他们全都打爆。怎么打爆呢？抽卡呗。这赛罗怎么才 N 卡？感觉卡片阶级排序怪怪的。无所谓了，先跟着教程开一把吧。这就有些画面了嘛，稍微有点简陋呢，看着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我们这一拳一脚模型还没事消失一下，小怪就被解决了。贝利亚登场了，这打得过吗？我们还有技能啊！来吧，吃我一套不解释连招！我去，贝利亚直接被乱轰炸死了，奖励我们再开一次包。
这怎么佩丹尼姆杰顿也在包里面啊？长大之后我就没有看奥特曼了，是后面出了杰顿奥特曼了吗？这是我去有金卡，赛罗奥特曼，你刚刚不是 N 卡吗？怎么摇身一变 SSR 了？这游戏难道不能多搞几个奥特曼吗？开来开去就那么几个，只是图片有所不同，然后改个阶级，然后抽到这些奥特曼卡可以去卡特中升级，5个一样的可以升星这样，但想再升星就要6个、7个、8个一样的。话说你这礼包弹的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各种从 TV 剧中抠出来的台词，然后狂弹礼包。哇，那个去，这小红点未免也太多了吧！各种弹窗和各种文锤奖励，全是叫你看广告。还好的是广告只有15秒。OK， 看了好多广告啊，领了点东西，咱们再去抽个卡。哦，这卡池有他们6个池子啊！最猛的至尊版还只能花钱抽，钻石都抽不了，必出 UR。最垃圾的池子看广告就能抽，全是垃圾小卡片。话说这最强王者是个啥？点也点不动，是什么忘记删了的图标吗？先不管了，去他主线吧。这什么？观看视频即可获取 HR 卡赛罗无限形态。我操，这不得看一下？好看完了。看一次才加这么点进度条啊！我去，这得看到猴年马月啊！没事，我看完了。不仅如此，这赛罗无限形态不愧是无限形态，居然可以无限获取，你可以一直看广告，从头开始领，再领一遍。还是算了吧，这广告再看下去，视频都该结束了。直接开一把看看。赛罗一上来就打击了一下自己，说敌人很强，这无限形态太垃圾了，得靠广告出赛迦来打敌人。好，我又看了一个广告，赛迦出来了，一拳一个小朋友，最终 BOSS 是赛罗，两脚就踹死了。这什么？分享领好礼，感谢帮助奥特英雄击败怪兽，快来分享你的战斗过程领奖励。这放起来得是狠心放弃，那我分享行了吧？点了分享没效果，不知道干嘛。我操，这返回按钮怎么变成了看广告双倍领取了？差点就点到了，先把下面勾挑掉这点就行了。那先让我捣鼓捣鼓这游戏到底是个什么事儿。OK， 玩了1个多小时啊，我们现在说说结论。这结论是一个疑问句，这游戏到底是不是正版啊？怎么玩怎么不像？百度又说是，为什么说像是盗版呢？游戏的粗糙程度甚至不如同人作品。游戏的玩法有2种吧，一种就是打主线，你选个喜欢的奥特曼，然后点自动战斗，奥特曼就开始自己动，打倒老3样。第一样是在地上走的机械怪，第2样是在天上飞的眼睛怪，最后掉下个随机的奥特曼。不过这些怪的速度都巨低，你2拳基本都能干死。对比于所有玩过的抽卡游戏，这游戏的怪素质低到没有天理，加上你外面抽卡很容易抽到很强的奥特曼，所以战斗随便过。不过你换个角度想，这不就意味着游戏很良心吗？你看吧，大伙平时玩什么手游，不是抱怨各种卡关，抱怨抽不到角色，抽卡丝毫难获取，要那么多抽出来保底，这游戏全部解决了。无论你想干什么，你看广告就完事儿了。想要钻石，看广告，一个广告100钻石，无限看，你想看几个就看几个。不仅如此，看广告还随便说 UR 什么 SSR 啥的，我也不知道这游戏到底有几个 R， 反正品阶特别多，这什么 HR、LGR 都出来了，我都不知道还有个 LGR， 你干脆 LED 灯 R 算了。不过每个奥特曼居然都有独立的技能组，不是换皮加数值。有些奥特曼你甚至能看到他放出 TV 剧的技能，不是什么免费素材。所以如果你把这游戏当成那种收集项的，还真能玩，就是看广告抽卡，然后收集里面的奥特曼卡片。游戏也没有什么养成玩法，没有装备系统，也没有什么升级，就一个同样的奥特曼卡数量达标就升星，然后解锁奥特曼的技能。除去部分卡死 bug 和人物突然莫名其妙跑出地图 bug 以外，作为一款盗版游戏的话，那的确还不错。但大伙别忘记了，这是个正版游戏啊！我操，玩了半天盗版游戏一样的体验，这原来是个正版游戏，那就不一样了，纯纯的答辩啊！美观都是无脑加一点点数值的老3样，奥特曼技能无论多炫也没啥效果可言，就是换了个特效的伤害数值，甭管你攻击的时候在天上飞还是直接消失，敌人一样都能打到你，包括那些 BOSS 也是一样。游戏的玩法与其说是收集，不如说是看广告拿图片。我为了不直接去百度个什么奥特曼高清图截图了放文件夹得了，剧情也是等于没有，纯纯的答辩。如果要我给这款机甲奥特曼排个名的话，他们答辩排行榜中排到中4级，毕竟是正版的嘛，还是能上排行榜的。那么像这是本期的别喜欢内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上方做持续更多搞笑的图文视频。那这样吧，我是65，我们下期见。